这个世界太离谱了，男人出门必须穿超短裤，上半身还得露出性感的小肚脐，甚至还得把全身的毛刮干净。这是一个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，她们每个人都站着上厕所，并且在外面赚钱养家，而男人们则在家当家庭主妇，干着洗衣做饭带孩子的工作。他们出去逛街还得时时刻刻保护自己，因为很容易被女流氓占便宜。在这个世界，男人们会经常因为穿着被人指指点点，即便是完美的按照要求行动，但如果身材不保护好，也会有被妻子扫地出门的风险。这样的世界让大山有些迷茫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这天，大山和朋友在路上闲逛，他看见对面有2个美女，由于沉迷于他们的美腿，结果等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就发现世界变得奇怪，衣柜里全是花里胡哨的衣服，各种颜色的超短裤。好不容易穿着衣服来到公司，前台已经变成了妖娆的男人，而上班的岗位上全是女同事，还不停地对他吹口哨，这让大山非常兴奋。就连他的顶头上司也变成了一个女人，上司表示他之前的方案没有通过，并且一边摸裤子一边暗示他怎么样能够通过。大山瞬间秒懂，心里更是求之不得。然而当他撩开对方的裤腿时，却发现里面全是毛，摸得他扎手。大山拿起东西丢在他脸上，并且大骂他是变态。女上司听后直接将他开除。当大山回到家里的小店时，发现母亲正在干活，而父亲则当起了收银员，甚至还和人讨论做美甲的事情。听见这话，大山被这个世界惊呆了。他跑到之前撞到的电线杆前，深吸一口气，结果这次他没有晕倒。回到家后，他冰敷着头上的包。这时电话突然响起，男人来到基友家，结果眼前的一幕让他傻眼。对方的大儿子穿着性感的露脐装和超短裤，准备出门去跳芭蕾舞。正当2人也准备出去玩时，基友的老婆羊水突然破了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他自己一个人开车去医院，一边做单杠，一边把孩子生了出来，简直是离原上谱。基友打电话给老板请假，因为他之后必须在家里带孩子，而此时大山刚好失业，于是基友让他帮自己顶几天班。在他的要求下，大山开始了全身大改造，先是弄了帅气的发型，随后又刮光了身上的毛，穿上性感的超短裤，一出门就妥妥的靓仔。他白花花的大白腿引得女孩们频频回头，就连他过马路，司机都让他先走。然而到了老板家后，对方却穿着敞开的白衬衣，并且要求大山摸摸他的腹肌。大山瞬间觉得有些无语，这不是他之前撩妹的招式吗？但还是给面子的摸了摸。随后老板给他安排了工作，那就是啥也不用干，每个月就能得几十万的工资。如果是一般人肯定欣然接受，但大山硬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，于是他直接收拾东西，当即决定不干了，因为他不想当一个花瓶，被女人这样养着。但老板却认为他在耍脾气，并不想多说什么。他直接坐上车，表示要带大山去兜风，但生气的大山完全不给面子，直接小手插兜离开了。这瞬间让老板有些惊讶，没想到有自己搞不定的男人。晚上回到家，老板拿起电脑准备写小说。之前大山经常告诉他，在另一个世界里都是女人在家，男人出去工作，这让他非常好奇，于是将大山约了出来。见面之后，老板先是表示对大山说的世界很感兴趣，接着对他一通撩。渐渐的，大山开始沦陷在他的甜言蜜语中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女老板却玩起了欲擒故纵，表示自己是一个正经的女人，绝对不会动喝醉的男人。尽管大山多次主动索吻，他都没有趁虚而入。最终他叫来一辆车，把他送回家了。从没见过这样的渣女，她每征服一个男人，就在玻璃杯里放进一颗弹珠，而现在她已经有了一整墙的玻璃杯了。前男友可以说是百家姓都集齐了，而大山也正是其中之一。他很快搬到女老板家里，每天负责照顾她的生活，煮咖啡、洗衣服、买早餐，变成了当初最讨厌的模样。女老板也经常给大山带礼物，并且还带他去参加宴会。然而这天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闯了进来，跑进女老板的卧室，在墙上喷下骂人的话。大山一脸懵逼，原来这个男人是女老板的前男友。他告诉大山，女老板其实是一个海王，像收集弹珠一样收集男人。听见这话，大山有些不敢相信。等老板回来后，他拿出弹珠质问对方，女老板却表示大家都是成年人，玩玩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大山听后愤怒地离开了，并且就在这段期间，基友的老婆也出轨了，原因竟然是荷尔蒙失调，所以没有控制住自己。但基友得知后，不但没有生老婆的气，反而怪自己没有管理好身材，导致魅力下滑，没有留住老婆。于是他报名参加了瑜伽课，受到基友的感染，大山莫名地联系了女老板。然而他们刚刚复合没几天，就从她前男友那里得知，女老板不仅早已经结婚，而且还有一个10多岁的孩子。大山瞬间对女老板失望透顶，生气地将她的家砸得乱七八糟。而此时女老板这边
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大山，正在和丈夫商量离婚的事。结果回到家后，发现里面一片狼藉，她连忙开车去寻找大山。此时的大山在酒馆里买醉，一群女流氓正围着他。女老板突然冲了进来，几下将女流氓解决。她正准备跟大山解释，可大山看见对方后非常生气，两人当即扭打在一起，还来了一波铁头功，双双晕倒在地上。当他们再次醒来时，女老板没有看见大山，而是看见大街上穿着裙子的女人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是一部奇妙的法国电影，电影告诉我们，不管是男人主导的世界，还是女人主导的世界，双方都不能没有彼此。